很多人都问我啊，就你老公这汉语一般呢，你不着急吗？我想说实话哈，我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着急，因为吧，他只要能听懂一点儿，说明白一点儿，他就总跟俺家人争论。我其实反倒脑袋更大，其中最多的唇枪舌战呢，都发生在我老公和我奶之间。比如那回我爷我奶电饭锅内胆不被刮花了吗？我老公给他买的新的，让他俩换，我爷我奶坚决不换。最后我老公一气之下门假摔，一屁股坐我奶电饭锅里头去了。给我奶电饭锅做瓢了，扣不上了，最后没办法换的新，谁都不吱声。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是可以用一个大屁墩就能解决得了的呀？你说咱有时候跟老人在一起，就有一些道理咱自己都掰扯不明白，你更何况那些从来都没听过他这些理论的外国人，而且很多外国人还都比较较真儿，完这家是个问呐。你比如说以前我跟你讨论过这个道梦妖风的问题，就是说在咱们妈妈、姥姥、奶奶心中，门风、地风、穿堂风，风风索命，暖风、热风、空调风，风风作病，对吧？在他们心中，从酷暑到严寒，这个偌大的地球只剩致命的对流。但是我老公从小呢，他听到的理论呢是：发烧了开窗吹风，拉稀了开窗吹风，生孩子开窗吹风，中风了开窗吹风。他们的理论是反的，打开天窗迎春风，治愈多舛小人生。我记得那年盛夏，我老公是为了凉快，特意找这个对流风，跑到客厅地上睡觉去了。结果我奶半夜起来3回，给他关窗户，给他盖被，每次他都是大汗淋漓，硬给憋醒的。我老公刚开始以为这房闹鬼呢，完第二天我老公就质问我奶，就这么热的天，你为什么要怕风？我奶说邪风侵体，一吹就进去。我老公就问他，就是那按照你的观点，你说人体的皮肤是口罩布做的吗？怎么风一吹就能进去？我奶说的，那皮那玩意儿可不啥都能进去，你以为你自己咋回事呢？我老公说，那要是按照这个理论的话，你要上男澡堂泡会澡，那回家以后你血液里头都是别人的皴呗，不是别人的皴呗。他俩最激烈的一战还是关于孩子穿开裆裤的问题。俺家翟大从小不是穿尿不湿吗？我奶看着了不让，把俺家孩子裤裆剪个大窟窿，完还勾个花边，完把俺家就是尿不湿都藏起来了，就要穿开裆裤，怕孩子捂屁股。完我老公就灵魂发问了，你不是怕风吗？就我晚上在你家客厅睡觉，你那个门底下那个地缝你都得用毛巾给堵上，说怕有地风。那孩子裤裆剪这么大窟窿，你怎么怕进风了呢？完我奶就跟他辩上了，就说风啊，怕虚不怕实，怕歪不怕直。你孩子开裆裤这个风就没事，你晚上睡觉那地风就作病。我当时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咋翻译，你能想象到不？就他这个话就翻译成英文以后，没有哪个外国人能理解他啥意思。完我老公就一直追问呢，就他哪知道这风的虚实外直啊？那封建开裆裤之前，他给化验了。我奶奶说到底对这尿不湿呢，就是第一嫌它不透气儿，第二觉得他一天吸不了多少水，它不干爽。我老公就不能控制的用人类现代技术向我奶展示了一下，其实尿不湿早已攻克了这些难题。当然了，你得选好品牌，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俺家二宝准备的邦宝适泡泡纸尿裤的功力啊！你看，即使是你领孩子出门，就现在天挺热的，它透气性还特别好，不用担心捂住疹子。再一个，你看啊，人家做的确实是薄。咱们女生每个月其实都有亲身体会，越厚的越不舒服，越薄的越轻便。你看，薄到轻松穿越，流畅顺滑。为了你的小心心，为了宝宝的小屁屁，请相信它为你排油加透气。哎，你们谁能指点我一下？就以后面对我奶这种就临界于经验学与玄学之间的这种理论，我应该怎么给外国人翻译？哎，你说外国人真像说的那样不讲究孝道，不懂得惦记老人吗？我觉得吧，以我自己的观察哈，欧洲一些国家，你比如说意大利，那家庭关系还是挺近乎的。但是英语语种的国家，起码就我看着的大多数哈，确实是淡。大多数的孙辈儿对爷爷奶奶倒是客气吧，但是根本说不上什么惦记或者牵挂。那你说他们是怎么回事呢？他们是天生的漠然，是血统的野蛮，还是人性经不起英伦美食的摧残？都不是。其实他们骨子里头也是渴望被爱的。你看我大胖媳妇自己亲奶奶中间名叫啥都忘了，那跟我爷我奶奶老铁了，因为她从来没被人像我爷我奶心疼她这么心疼过，一被疼找不着北了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我像爷爷奶奶。以前啊，就我奶身体比较好的时候，特别爱给我老公包馄饨，就是我老公这边咩咩吃，我奶那边啪啪盛。然后有一次我这大胖媳妇啊，自己造了4大碗馄饨，完告我奶，奶奶，我吃了你4个碗。给我奶乐的哈，一整就在楼下跟那帮老太太搁那吹。俺家这小孙姑娘就爱吃我这份馄饨，吃别的都不行，反正一吃我这馄饨，一整4个碗，那不给不行。
从此哈，我老公每次在我奶家这小区出没，你就能听见楼下那帮老太太蛐蛐咕咕，哎，4个碗来了，4个碗，哎，这4个碗这么胖呢，肚子上像顶4个盆。后来有一年假期，我们回铁岭，我奶呢就脊柱出了毛病，就是一动就淌一身汗，那假期基本就是瘫痪在床。那是俺俩第一次回到铁岭，没吃着我奶做的饭，完我以为就这样了呢，没想到我奶给我叫到她床边，那她不起不来吗？她起不来，她枕头旁边她自己准备个小纸壳，纸壳上面放的她吃的馒头啥的。就这样，她还告我，就这2个月吧，她自己能感觉到自己越来越重，但还没有这么重的时候，她就天天寻思，就这回小姐没回来，是不是吃不着这4个碗了？完，她就能挺住的时候，就起来包馄饨，就真的一天包一点。现在冰箱冷冻里头全都是馄饨。我奶告我上厨房去给我老公下，要保证小揭秘还能吃着奶奶的4个碗。哎，我这大胖媳妇哈，你平时看她贱乎乎的，哎呀，在感情流露方面小硬汉，从来不哭。就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第一次抱住她的女儿，居然整一个，你脐带挺硬啊，我差点没剪开，都没哭。但那天打开冰箱的冷冻哈，我真看着她那眼泪真是夺眶而出。完这2年呢，我爷爷开始有这么一点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状，我们都认为那这个病你也没办法。就我老公天天就磨着我爷，问他，你年轻时候风流倜傥的时候，你都喜欢干啥？完我爷告诉他，我当年也拉过2个月二胡，后来因为就文艺队就跳舞领队那女的老冲我飞眼儿，完这活让你奶给搅黄了。结果我老公当天给我爷买了个二胡，说要刺激他大脑，刺激他回忆。我一听这思路，基本就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边的可云疗法，就是拿往事刺激他，不要碰我的宝宝。我奶呢本来就失眠严重，这回可有戏了。但这事儿呢也有受益人，就他家隔壁有个老太太，脑血栓后遗症正在恢复期，就应该多出去挪动一下脚步。但这老太太呢就有点懒，不爱动弹。这回好了，我爷一拉二胡他就跑，给后遗症给拉没了。我估计就照这架势，明年能报名，这就是该舞。完上次我在伦敦的时候，不收着一个必胜给我的洗衣机吗？我大胖媳妇的稀罕嘛，就说要给爷爷奶奶整一个。其实我都不用多说这玩意儿有多酷炫多高效了，一边吸尘一边拖地。干的垃圾走高效吸尘路数，湿的垃圾走吸入加脱净的路数，一趟下来各种品种的垃圾灰尘都搞定。关键是拖完地的同时，人家也就完成了擦干。老人在家也不用担心拖完的地滑容易拽。你看给我爷我奶乐的，我爷一会儿又要拉二胡副歌一首了。关键是人家必胜干完活还能自己洗澡，你清洁液往里一倒，人给自己搓干净的。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这大胖媳妇给自己摊上点事儿。就我爸帮我爷我奶安完这玩意儿，人撂话了，说的那怎么的？就我这姑爷对我这老丈人是怎么的呀？就我就不配拥有他的问候吗？哎，我女儿翟耀达又在加拿大给咱国人争脸了。我婆婆这一家人吧，好不容易要坐一次直升飞机，结果我女儿告诉他们，在她的家乡铁岭，大伙请客吃饭都用那玩意儿开道，满街的飞机 in the air， 富裕的市民 no one care， 给大伙都说懵了。但是说实话吧，这次他这个牛吹的我没太明白，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？是铁岭的记忆被篡写，还是巴峡的血统在游荡？你们帮我捋捋。事情的源头呢，就是我大胖媳妇想带着翟耀达去滑雪。这个滑雪呢，不是就滑雪板那个滑雪，是坐个小板从山坡上滑下来那个滑雪。在咱们这往往都是一座山，各种表皮都可以滑，沙草冰雪四季变，体验臀部的多角恋嘛。那他们那个山呢，就是滑这个雪。原计划呢，是我老公还有他这俩妹妹带着我女儿去滑去，但是他们的车都小，他家就有一个大车，就是我婆婆的，他们就想管我婆婆借车。但我婆婆说车借你行，但是我需要与车同在，就怕别人开着车费轱辘。然后比较了解我家情况的人都懂，为啥我这个大胖媳妇家里待不下，因为亲妈爱讲价嘛。就是我婆婆肯定得先把价讲好，她跟着来呢，那她这个来回车的油钱，还有到那儿的停车费，然后到那儿吃饭的饭钱，还有住这一宿的宾馆钱，那得是我们拿。然后大胖媳妇同意了，说行，这都我拿。完，大家达成的共识呢，就是说到了这个冰雪世界以后，你要参加的项目都是自己拿自己的。你是想在冰上体验旋转的节拍，还是想在公厕享受冻定的汗嗨？你是想在狗拉爬犁上搞对象，还是想在宾馆客厅里打麻将？就是各选各的项目，各花各的钱。完，结果到了这个滑雪的山坡脚下呢，我婆婆来心眼儿的，就问我姑娘说的，一会儿滑这个雪呀，最好有个人陪你滑，要不然磨屁股。你说你选谁呢？那我姑娘一看她奶这体型，就挺筋磨的，就说那就你呗。完，我婆婆就跟我大胖媳妇说，你姑娘刚才要求了，说让我跟她一车滑，所以我这个票钱得你交。完，我大胖媳妇没给面子，说的那赶上你问他了吗？他怕硌屁股，他瞅谁宣，他想跟人一车。
刚才下去那老头儿那斜眼那个400多斤，给坡都给压薄了。他问贾耀达也说跟他一车，那我给他买票去。虽然说我现在刚失业，被我媳妇包养，但是我是有名的大胖媳妇儿，我不是败家媳妇儿，我也是花钱有原则的。完，这娘俩就在坡底下就杠上了嘛。我老公就认为这票他不能买，完我婆婆一气之下呢，自己开车回去了。剩下这几个人呢，就寻思那咋回去呢？正好从这个冰雪小镇回温哥华有一趟非常有名的直升飞机之旅，只不过平时它票价比较贵，但现在这不人烟稀少嘛，游客少，打折。兄妹3人一看票价这么便宜，那何不借机圆了少年的梦呢？你这趟航线在当地很有名，咱说谁要能坐上，那也算是说加拿大西海岸小旋风吧，对不？给这几个大人整的晚上激动的睡不着觉。但整个过程中呢，我女儿表现的特别淡漠，也不激动，也不兴奋。完，他姑就问他：“你怎么没有反应呢？你明天要坐的可是直升飞机呀！”我女儿非常淡定的回答：“啊，我第一次见的时候也这样，但那玩意儿在铁岭见多了，完我就那个劲儿过了。”给他俩姑吓得，你在铁岭老能看着直升飞机呀？那用买票不？我姑娘说：“买啥票？我大舅老舅一人一台，就他们请俺吃饭的时候就用那玩意儿在最前面开道嘛，嗡嗡的。其实你们就是为何这么诧异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就我妈点饺子现在都是机器人给送嘛。就像直升飞机这种事儿，就真的是 no big deal， 就不是什么大事情。”完，他俩妹妹就瞅他哥，就怎么回事这是？我老公当时也彻底懵了，但是作为铁岭的，算是说石油驸马吧，算是撑住了。反正那玩意儿是有。到今天俺俩才明白是咋回事。由于咱国家这方面的科技比较发达，他说这直升飞机就是被广泛应用于婚礼录像的无人机，他大舅和他老舅的婚礼上都有。而在他心中，他们的婚礼就是他家请客吃饭嘛。对了，还有个事儿没解决呢。我大胖媳妇说让我的粉丝来评评理，就是他妈自己开车走了以后呢，回家之后是让我大胖媳妇给他这个来回的油钱。然后我大胖媳妇说呢，那我去的时候是坐你车去的，让俺回来坐的是就是直升飞机，俺烧的是柴油，我给你什么油钱呢？现在俩人还干仗呢，所以让你们评评理，就我婆婆的回程车费谁给报了？